Hello， 宝贝们，这一节课我们来教大家的是画水母啊。水母的话，之前老师有过很多个作品，就比如说是像这样的啊，这种的。其实这两个的话，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晰的是，它所呈现出来的姿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因为水母它这种生物吧，本身在游动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脑袋会随着它游动这个动作啊，会有形状上的变化。那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就把它发挥出来很多感觉，给它画出来很多种效果哈。那我们今天来学习的就是这个水母，我们怎么给它画出这种通透感，然后里面还能去上颜色。当然上这个颜色可以是实色，可以是珠光色，对吧？这个都可以啊。但最重要的我们先是一个形状的部分，它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它的头部，其次就是它的触须。我们要把这两种形态给它表现出来啊。那这种的话，我们在纸张上先来给大家把这个形状，我们可以先说一下。首先，用我的彩绘水彩盘来给大家呈现。我这个的话呢，我就用彩色的在纸张上呈现了，因为纸张上本身就是白色啊。来，我把镜头稍微往下移一下，然后的话，先提前涮好笔。可以用什么颜色呢？咱们来调一个粉色怎么样哈？调一个这种粉色，这个粉可以啊，可以调这个。因为在指甲上那个画面比较小啊，老师转笔的方向可能大家不能完全就是说记得住、看得清，所以我们先通过在纸张上的这个方式教一下大家。首先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先取渐变色。取渐变色的话，给它把水母的这个头部咱们画出来。头部的形状可以有很多种，我们今天来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蘑菇头，这个是我经常会画到的比如说你看我在直播间里面做到的可能也都是这样的一个小蘑菇头，对吧？然后它外面可以再带着这样一个玻璃罩像那种感觉一样，有点透明。这个话过后我们再来讲先讲它第一步这个形状，我一般起笔会在哪里我再往下一点起笔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先去把这个画一个波浪的感觉，把笔往上去推笔尖朝上，画一个括号，再往上画一个括号然后往回兜回来一个括号。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觉得有哪个位置有一个小毛刺的话，我们在笔尖轻轻往回带一下就是一个这样的形状。然后的话呢，底下这个位置也是笔尖朝上去衔接。如果笔尖朝下的话，大家记不记得老师说过在这个笔尖在哪里，我们的重色就在哪里，对不对？所以我笔尖如果朝下的话，它的重色就在下面了。所以我依旧是笔尖朝上这样去画把它的轮廓这样去描出来。如果觉得它这个形状轮廓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不对的地方，我们再给它往下这样去扩一扩，是这样的然后在纸张上这个颜色的话，我可以稍微让它中间洗一洗让它变浅一点点。在指甲上的话我们这个步骤直接用白色去呈现。用白色的话，它透感会非常强。然后的话呢，那个上面再去添颜色，你可以添出五颜六色的效果，五彩缤纷的感觉。如果你用珠光色去上色，它还甚至是发光的感觉一个发光的水母。好了这个是在纸张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笔再来取一点点这个颜色看重点来了第一个步骤我们干嘛画这个画这个蘑菇头。第二个步骤，笔尖朝下，笔尖朝下之后，不要再描这个边，这个边往回收回来一点，在这个位置画一个大括号，可以是大括号，可以是大的波浪线这个位置如果大家看不清，我就换一个颜色，因为同一个色系在纸张上真的很难体现稍微把这个颜色调的紫一点。除非我给它画的特别透但是跟我们在指甲上就不一样了。来笔尖朝下，
都会来，可以画个大括号，可以是画个大大的 S 型，看这样的现象啊，这样的一个感觉都会来，对吧？它这种感觉的话，在这个上面出来，它就会有一个什么感觉？你会发现这里就相当于水母的一个空洞，对吧？就是它整个是这样扣过来的，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所形成的是什么？后面的这个部分，对吧？这个阴影，然后前面的部分是在边缘线在这儿啊，也就是我们的这条线，对吧？就这样扣过来的一个感觉啊，它会有个空间感。然后在纸张上把这两个颜色给它中和一下啊，戳一戳，让它颜色自然一点啊，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的话呢，这个是我们第一步骤，就是它的头出来了。然后紧接着的话，第二步我们就可以说是把下面的触须画出来。触须画出来的话，你就可以是这个线条，我们怎么去把控啊？这个线条的话，你要让它呈现是从这个位置到往外，它有一点像是一个三角形。看一下啊，就我在这边扩一下，有一点像这种三角形，就是它游的时候是那种伞状的一个感觉，是游开的，所以你的位置的话是肯定是这样往外分散去画的。很多宝贝的话画成就是这样的。这种像那个烫头了，或者是那种方便面一样的感觉，对吧？我们要让它呈现出来是有大有小的波浪，而不是这么均匀的波浪啊，这个是有区别的。什么样的是有大有小的？这样的，对吧？你想让它更卷曲的话，我明白大家有的时候想体现的是它的那个弯弯曲曲的效果，那你可以让它弧度再大一点嘛，对吧？可以是这样的，然后在它旁边可以再来一个这样的嘛，对吧？这种线条要好过于这样的啊，这种可以，但这种不要啊，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们给它真实的给它体现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是什么？还是这个粉色哈，在这个位置啊，我们要注意的是轻轻下笔，然后压笔过程收笔之后，你还可以再给它一个转弯。这样的线条也可以是什么呢？细一点啊，再细一点，这样一个转弯，对吧？然后不要都是统一方向啊，就你不能说咱们画的都是这样一个朝向，那肯定不好看。你要让它有这个朝向的，然后也有这边的朝向的，然后有长一点的，也有短一点的，哎，还有这样的。对吧？这样的感觉，它看起来长长短短、错落不一的感觉，它在视觉效果上会更美观。一定不要统一它的长度的同时，统一它的这个角度啊，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对吧？哎啊，然后可以说我们前两个都是这边，是吧？这一边可以这样。对不对？然后可以说，而且什么粗细都要有粗有细，有弧度大一点的线条，也有弧度小一点的线条。吧，这样的感觉啊，而且的话，也可以给它画成不一样的颜色啊，宝贝们，就比如说粉色的啊、紫色的啊、蓝色的啊，你整体要让它有一个色彩上的一个变化。你就看我这个它是紫色的，但是我这个有深紫，有这种粉紫色，然后最重要的是上面再带上这个白色的，白色是彩绘胶，彩绘胶可以和水彩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叠加啊。那这个步骤还没到，我们先不说啊。现在的步骤是给我们继续操作这个触须，咱可以来一点不一样的颜色，我可以戳一点点红色进去，对吧？可以来一点点，
对吧？大波浪、小波浪嘛，是不是啊？这种的，然后也可以说来一点紫色，紫色我们可以来一点这个紫，搅和搅和。可以说不用都从这个地方起笔啊，可以从中间的位置往下起笔。好，然后添加这种色彩的这个一定要少啊，不要画太多。这样的啊，然后我们这个触须画完了，头部画完了，第3个步骤了啊，就最重要的这2个步骤结束了。第3个步骤我们需要给它画什么？它的头上这个啊，这个其实可画可不画啊，不是所有的这个水母都上面一定要画那个透明的那个小玻璃一样的感觉的哈。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画这个效果的话，要给它体现出来是一个半透的效果，所以它一定是个渐变色。所以我们取这个渐变色啊，取这个颜色。如果你实在取不出来渐变色，我们一会儿还有一个方法啊，一会儿都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来啊，首先渐变色的话，你直接取到这个上面来，取出来的话，你直接给它这样扩过来，包拢过来，然后顺着这个方向，再从这边从左往右给它去扩。它扩的话，可以就是这样的一个那个轮廓的感觉，可以不用像里面的这么分明啊，外面的这个轮廓可以稍微圆润一点，然后波动不要太大，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底下的这半边啊，就这样给它匀匀就可以了，这样它会有一个小玻璃透明的这个玻璃罩的感觉。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一旦我们加入这个元素之后啊，你可以再给它加一点珠光色，珠光色也是啊，可加可不加，但是加一点珠光它会更有亮点啊。我们就以这个举例吧啊，在纸张上呢还是越明显越好，为了是给大家看那个方法的。来，金色珠光。金色珠光可以是在它旁边这个位置啊，里边稍微点缀一点点。也可以是这边来一点点，对吧？上面蹭一点点啊，都可以。来一点点这种小珠光色哈，然后还有再说这个玻璃的这个感觉啊，这个透明的地方，我们还有一种画法啊，怎么画？这个就是你先取一块颜色，取出来这块颜色之后的话，我在下面这个地方画了啊，取这块颜色之后，你这样给它兜过来，它明显这个边缘没有透明的地方啊，你就画到这儿，然后咱们停笔啊，另外一支笔洗干净。把水分吸个大概啊，吸个1下，然后去把这个颜色这么洗一下。洗一下的这个过程中，这个笔毛当中是不是就会沾到这个颜色，对吧？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个方式，这边给它拖拽出来，这样给它拖过来啊，它就会有一个这边颜色重，这边颜色浅的效果，看到吗？它这个同样也是一个透明感啊，然后把笔这样是压过来，这样去包裹它啊，然后很重要一个点啊，画完这一块这个透明的这个像小玻璃罩一样的位置啊，我们要去给它画上一个高光，这个高光可以用水彩白色画，也可以用彩绘胶的白色画啊，都可以。那我在这个纸张上，我肯定是不能用彩绘胶的，对吧？我要用那个水彩的白色，然后一会儿我们也是用到这个白色去代替我们要操作在这个上面彩绘胶的部分啊。来啊，这个颜色我们取出来之后，然后在这个上面我们去点一个高光，高光首先啊，它这个形状有点类似于什么呢？一个蚕豆的形状，然后上面再点一个点点啊，就是让它圆滚滚的一个效果啊，就是这么去画的啊，这么去下笔，这样的，看。这样兜回来啊，然后旁边一个圆，是这样的去点出一个高光的啊，这个就是
这个亮点一下出来了。然后这些步骤都完事儿之后，我们用彩绘胶去勾勒。彩绘胶的部分到时候你就可以隔断一个那个磨砂了啊。然后我们在这个其中可以是这样去勾勒的。我在这里还得是用水彩的这个白色代替彩绘胶啊，因为我不可能在纸张上操作。然后咱们的这个线条可以是这样，画一个括号形在里面，这样都会来，这样再来一笔，很轻很轻，很细很细，不用都扩起来啊，这样的效果，看到吗？再压下去一下。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在指甲上真的就是能体现的，我是觉得比在那个纸张上还要丰富。这个白色你可以让它，因为它可以更实，水彩的那个颜色吧，它没有什么覆盖力，但是彩绘胶有覆盖性，它就可以跟我们的水彩的这种透明度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对吧？然后把这个白色啊，我们可以说在这儿，因为它这个位置正常来说有个空洞，是不是在这儿呢？然后你就可以这个白色我们分为这样的几个步骤去画，一个是在它退后这个位置长出来的，你看这个白色其实在纸张上它就不显色啊，在这儿这样去画啊，然后它背景里面你可以画几根，看一下啊。水彩的白色也可以给大家这样画几根，然后你看这个款啊，就是我后面这个位置就是用水彩画的，上面这个更白的位置就用彩绘胶画的，它俩就是对比就比较明显。然后这样啊，画几笔之后，然后咱们再用彩绘胶去画这个，在这个位置啊，这里这个地方啊，点到这儿。然后画几笔啊，一个是这样线条，你也可以倒过来画，这样的，点一个点，这样的一个效果哈。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以上就是咱们画这个水母的一个步骤啊，宝贝们。然后我要在指甲上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操作了哈。那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是找一个长梯形的甲片。还有一个，我们除了在画这样的之外啊，我有的时候会在底下再给它加一个小裙边儿。如果加一个小裙边儿，这个怎么画啊？差点忘记这个小裙边的话，我们也是啊，取渐变色。取点这个还是粉色哈，把笔尖干嘛倒过来，对吧？倒过来，然后笔尖朝下，这样一笔提起来，压下来，抖一抖笔，再提起来，再压下来，再提起来，轻轻提，压下来，抖着笔，抖着笔，抖着笔，一直画到什么位置啊？画到这儿，然后给它收回来，提笔。然后过程当中，如果有渐变不自然的地方，晕一晕。看，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小裙边，对吧？然后到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加颜色，加那个白色的线条。对吧？加颜色就可以到时候多加几种啊，然后线条也是在这个里面先去这样去画，这样去画，这样一笔，这样一笔啊，它就会有那个提亮的一个作用啊，像一个褶皱的那个感觉哈。这个裙边我们画宽一点也行，画窄一点也行，画一层也行，画两层也行啊。画一头粗一头细的，这样都可以，根据宝贝们自己的发挥去决定啊。看看，这样的一个效果，对吧？好了啊，然后我们在这个甲面上给大家可以操作一个啊。然后这个的话，我先在下节课里面吧，这一节课好像放不下了，我们先把底色涂出来啊。因为下节课一节课我也未必能够放得下，来一个长梯形的，长梯形、长尖形都无所谓啊，都可以。
后稍微找一个大一点的夹片。这个是一个打好底胶的一个片片啊，然后我们在这个上面直接用透白来给它呈现一下哈，把这个地方挪回来。取一点点这个透白色，做一个不太均匀的涂刷。我没有擦浮胶。来啊，取一个这样的透白色之后啊，然后我们在其中一个点这样给它划下来，然后再取一点点胶，在它对角线的位置也这样划下来啊，这样刷几笔啊，有刷痕也不要紧啊，然后也有比较通透的位置嘛，可以了，照一下灯。照好灯之后的话，我们一会儿直接用水彩来上颜色啊，所以说在这个上面我们涂一个磨砂封层就可以了。磨砂封层，不要包边啊。这里不过多呈现了啊，多照一会儿。然后啊，我们先去给我的这个水母先打个底啊。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的这种水母的话，它都是有打底色的。我们来做一个这个粉嫩的这个效果的。这种的话就是用粉色、紫色这两个元素去呈现的啊。做这个效果的话，我们就可以让它背景色通透一点。你要用实色盘去做的话，它颜色有点重啊，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先用晕染盘，先把这个底色先做出来，然后再到上面去画水母哈。啊，这个粉色啊就可以用这个吧。用这个，然后去沾一点粉色去调一下，这样，就是这种颜色。想让它颜色再淡一点的话，再加一点粉或者再加一点水，这个效果还很可以啊。然后这个我不需要去取渐变色的一个方法啊，就直接咱把颜色这样刮上来就行。觉得水分有点多，可以用纸巾吸走一部分啊。来，这样蹭两下，这边稍微蹭两笔啊，可以了。然后我们把笔这样去在纸巾上给它蘸一蘸啊，带走这个颜色。然后边缘稍微这么去刮两下，对吧？让它衔接自然一点啊，不要停顿的太突然了啊，就这样的一个渲染的效果。然后我们直接再来取这个紫色啊，晕染盘里面不有现成的香芋紫嘛？取一点点这个紫色效果啊，就笔尖沾一点点水，沾一点点这个颜色，在这个上面刮两笔啊，然后再来一点点这个紫色这一边，是吧？可以了啊，这样就行了。然后周围的位置给它适当的留白啊，一定要留白的部分。然后边缘如果太多的话，你就用那个笔毛的笔腹的位置或者笔根的位置，轻轻给它磨了几下，给它蹭一下去啊，蹭回去，这样的效果。然后啊，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再到它的上面取一点点珠光色，珠光色也是去进行一个搭配啊，稍微蘸一点水，蘸这个颜色，因为它比较对于各种浅色系的打底来说，它比较百搭一点啊。点一滴水进来，然后晃悠晃悠，可以了。然后在粉色上面蹭几笔，紫色上面再蹭两笔啊，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可以换一个颜色的珠光，再来两笔，然后再取两笔，这个揉两下啊，稍微晃动两下，然后在这个颜色当中啊，去给它刮几笔，就让它跟其他的颜色有一个混合。然后上珠光色的时候要记得下笔很轻啊，这样它有一点点这个
紫色偏光就 OK 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它这个效果依旧是非常通透的，因为我们整个用的是透感很强的晕染水彩嘛，然后叠了一点点珠光，等它自然风干啊。有的时候在这个叠色过程中，你的水分可能第一层我们上那个晕染的颜色的时候没完全风干，然后你直接叠的珠光，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好给它晾个10秒左右的一个时间啊。之前我说过，就是说完全晾干这个事情，因为我很快的就叠在上面了。然后晾完之后啊，我们在这个上面再去隔断一层磨砂封层。因为大家要知道这个颜色它跟白色会很容易混色，因为我们在刚才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教给过大家，就是画这个上面它是一层一层的去添加这个颜色的。如果你可能刚画一次还好啊，你是要重复的在这个上面去用其他的水彩颜色进行反复操作的时候，它是会把下面的颜色带的花掉的，它会混合在一起啊，所以说中间这一层一定要隔断。白色和其他的颜色中间一定要隔断，对吧？磨砂封层也是不要包边啊，然后我们多照一会儿去哈。然后这节课程我们就到这里啊，然后下节课继续来给大家去操作水母哈。